有一个秃脸镜头的恐怖片，却被几十万人打出7.1的高分。相比之下，童年阴影的山村老师也仅仅只有6.9分。该片根据真实灵异事件改编，据说在越战时期，该事件导致几百名军队成员神秘失踪，直到今天仍然是未解之谜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进入正片。1972年越南战争爆发期间，韩国军队收到一段诡异的求救信号，对方自称是野狼小队，在罗密欧点遭遇袭击。接线员听后一脸震惊，因为野狼小队在半年前就失踪了，还未问出具体细节，信号便在一阵惨叫后戛然而止。为了弄清怎么回事，长官找到野狼小队的唯一幸存者，可对方却坚称幸存者因为情绪比较激动，他的话长官只信一半。为了验证其真实性，军方临时组建了一支9人小队，前往罗密欧点进行搜救。由于大家互相都不认识，于是纷纷提出拍照留念。结果诡异的事情发生了。按理说9个人的队伍，除开摄影师，队伍里应该只有8个人才对。可你们仔细观察会发现，队伍里依旧有9个人，实在是太诡异了。然而没有一个人意识到，他们队伍里多了一个不速之客。拍完照，队伍朝着目的地继续前进，在路过一片竹林时，突然遭到了恐怖袭击。对方火力凶猛，显然是早就埋伏好了。不过队长实战经验丰富，他直接扛起火箭筒，对着敌人的方向就是一炮。可等烟雾散去，他们却只发现了2具尸体，这也太奇怪了。因为以刚刚的火力强度来看，显然不是2个人能做到的。女人手上还挂着一串铃铛，可惜没人在意这个小插曲。队伍再次向深处走去，殊不知一场灾难即将降临。路途中，他们发现一块石碑。也许是文化水平受限，他们并未读懂这句话的含义。队伍里的无神论者更是毫无礼貌地对着石碑撒尿，用来表达自己的不屑。很快天就黑了，队长决定就地安营扎寨，这是他们登岛的第1夜，也是唯一安全的1夜。到了第2天，诡异的事情发生了，原本什么都没有的平地，竟凭空出现了一座荒楼。通过坐标，他们才得知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罗密欧点。小队井然有序地展开搜查，可最终却一无所获，更没有发现野狼小队的踪迹。队长当即决定扩大搜寻范围，谁知他们搜寻过程中却出现了意外。队友们回到营地才发现，走在最后的小吴不见了。小队立刻原路返回，等众人找到小吴时，他却双眼睁得老大，一副被吓傻的模样。原来刚刚他因为尿急便去小解了一下，可一回头却发现队友们竟然不见了。오병장님! 오병장님! 어디 있어요? 这时草丛里突然闪过一道黑影，他以为队友在恶作剧，便毫无防备跟了过去。果然前方出现几个人影，小吴抱怨队友为什么不等他，却始终没人回应。其中一个队友帽子上还写着种书等我的话语。就在小吴一脸疑惑时，队友忽然集体蹲进草丛，小吴以为附近有敌人，也跟着照做。可等了许久都没有任何动静，等他起身查看时，却发现周围一个人都没有。小吴吓坏了，于是随便找个地方躲了起来。听完小吴的经历，大家都认为他在胡编乱造。只有一个队友在听到种书等我几个字后，表现得十分激动，说这个头盔就是失踪的野狼小队其中一员的。然而事情的真相远比他们想象中还要可怕。这时屋外来了一支美军，表示要检修存放在2楼的设备。临走前，他们还特意提醒队长，2楼房间里有他们的机密，任何人都不能进去，并奉劝他们尽早离开，因为上一个来这里的法国军队已经全部失踪了。 Good luck. You're gonna need it, LT. 然而队长不仅没将他的话放在心上，还拿出收音机，打算跟兄弟们开个睡前 party。就在众人跟随音乐翩翩起舞时，原本激情热闹的音乐竟突然变成了骇人的尖叫。诡异的事远不止于此。到了半夜，队长起来上厕所，发现楼下站着一个面色惨白的女人，但一阵电闪雷鸣后，女人却突然消失了。为了不引起恐慌，队长并没有声张此事。可第2天一早，诡异的事情就发生了。2个士兵正抽着烟，突然一滴血液从头顶滴落。等他俩抬头查看时，发现一具尸体被挂在半空，死者是小队里的阿伟。队长立刻向总部汇报此事，不料却遭到一顿臭骂。 니들 말년이라고 장난하냐? 장난이라뇨? 정일병은 그때 실종된 애들 중에 하나잖아. 예? 야 최중희, 너 미쳤어? 똑바로 들어. 정일이 그놈은 니들이 찾아야 할 놈이야. 지금 무슨 말씀하십니까? 이 새끼가... 야, 니네 지금 총원이 몇 명이야? 총원 10명 중에 죽은 정일병 빼고 현지원 9명입니다. 돌아도 단단히 돌았구만. 야 최태인이, 니넨 여기서 9명이 출발했어. 9명이, 알았죠?
众人闻言瞬间惊出一身冷汗，开始回忆起阿伟的长相，却没有一个人能记起来。没办法，任务还得继续，队长只能再次扩大搜寻范围。他们来到当初发现小吴的雕像处，可上次荒凉的建筑，这次却多了几根燃烧的线香。直觉告诉队长附近绝对有人，于是他们在这里布下陷阱。夜里天空下起瓢泼大雨，队长再次看到了白衣女人，他跟了对方一路，奈何雾太大了，女人走着走着就不见了。就在这时，一道闪电划过，借着微弱的光亮，队长终于看清了自己的所在地。他正站在几百个墓地中间，根据墓碑上的照片，他发现这里埋的就是那批失踪的法国军队，墓碑上还有串铃铛。事情发展到这一步，队长的唯物主义已经开始动摇。另一边，一个队友突然惊醒，他发现队友正拿着自己的相机，这让他很不满，于是抢了回去，还给了对方一下。可在他看清对方长相后，就开始后悔自己为什么要醒来。原来在半年前，他偷走了队友的相机据为己有，而相机的主人就是头盔上写着种书等我的人。难怪当初小吴说出这几个字，这个队员会变得无比激动。看见死去的朋友出现在眼前，做贼心虚的他选择逃跑，却不小心掉进了白天布置的雷区。队友赶到没多久，他就因失血过多咽气了。随后队长在一旁的帽子里再次看到了那个铃铛，看来这一切都跟那个女人有关。接二连三的发生怪事，队伍也开始人心惶惶。第二天，在队长和副队长的带领下，小队决定兵分两路，搜寻完就离开这个鬼地方。队长准备带人前往竹林，寻找来时袭击他们的姑娘。他手上也有一串银铃，也许银铃就是解谜的关键。可他们找了半天，也没找到来时的竹林。那么大一片竹林，就好像凭空消失了一样，而那个写着警告语的石碑，却依然还在原地。寻找过程中，队长还发现了一辆军用卡车，卡车里已经干枯的尸体，就是他们之前遇到的那支美军。从尸体的干枯程度来看，应该已经死了很久了。如果身份信息没错的话，那天晚上他们见到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？这是队长执行任务以来第一次感受到什么是恐惧。这地方看来不能待了，他当即决定联系副队，准备撤离此地。可这时无线电却出现了异常，这边副队带着队员找了一天，刚打算坐下休息一会儿，却突然像被人夺舍了一样，自顾自地离开了队伍。他仿佛受到某种召唤，独自走进了竹林深处。队员见副队长迟迟未归，于是外出寻找，可前方根本没什么竹林，只有一片深不见底的悬崖，实在是太诡异了。没有了主心骨，其余队员只好去找队长会合。然而在他们经过一处河流时，小吴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绊倒，等他低头一看，发现是一具狰狞的尸体。紧接着，更多的尸体浮出水面，小吴已经被吓破了胆。他怀疑从一开始那些失踪的冤魂就跟着自己，他的心理防线被彻底化解，于是疯狂朝那些诡异的身影开枪。然而想不到的是，这次来的人竟然是队长。由于躲避不及时，其中一个队友不幸中弹身亡。现在9人的队伍死了2个，副队长下落不明。回到基地后，队长来到2楼，想看看美国人不让进的房间到底藏着什么秘密。可让人感到意外的是，房间里并没有什么设备，只有落满灰尘的桌椅。看来当初来检修的那批美国佬根本就不是人。恐惧在大家心中蔓延。为了所有人的安全考虑，队长向上级提出了返回，可对方却说现在天太黑了，最晚也要明早6点才能到达。队友气得直摔电话，这意味着他们还得在这里待上一晚。可就是这一晚，让他们几乎全部丧命于此。就在这时，副队长回来了，手里还提着一颗骷髅头，表情也有些吓人。为了验证副队是人还是鬼，队长让他报出自己的姓名和军衔。중사 진창록 8335-507。就在众人长舒一口气时，他突然举起长刀，抹了一名队友的脖子。队长没想到恶魔还能控制人的行动。副队被乱枪打死后，死去的冤魂突然出现在队友旁边，引诱心理防线较弱的小吴开枪。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为了防止队友再次被操控，队长让所有人依次报出身份信息。大家都报了，只有通讯兵呆呆站在原地，嘴里还不停说他们来了。说完后伸手摸向手雷，还好队长反应迅速击毙了他。然而遗憾的是，手雷还是爆炸了，大家都保住了性命，只有新兵小蒋被炸瞎了双眼。就在队长给小蒋包扎时，没人提防的小吴竟拿起枪打死了另外的队友。现在只剩下队长跟小蒋了。电闪雷鸣间，恶魔终于露出了真面目，果然是那个白衣女人。小蒋双目失明，恶魔迷惑不了他，那么队长就是小蒋的威胁。队长命令小蒋举起武器，把枪口对准自己。女鬼笑得愈发猖狂，队长的眼球也在逐渐变红。在被完全操纵的最后一刻，队长向小蒋大喊道：随着枪声的响起，一切都归于平静。这一夜特别漫长，但第二天阳光依旧如期而至。小蒋果然活了下来，可原本惨死在他周围的队友却全都消失了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不久后，来接他们的直升机终于到了。和野狼小队一样，9人小队只有一个幸存者，是从未上过战场的小蒋。手沾鲜血者不归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很快半年时间过去，布满蛛网的电台再次发出信号，但这次却是队长的声音。谁也不知道下一批的搜寻者会经历什么。